这个天才枪手学射击才几年，竟然直接 PK 掉了一堆职业选手，还拿下了雅典奥运的射击冠军。有着超强实力和可爱外表的江哲一战成名。但就在这时，江哲的家人却遭诡异杀害。警方找到的凶器竟是江哲奥运用的手枪，上面有家人的血迹和他的指纹，真是太巧了。江哲1周前还和父亲大吵一架，所以他被当作重要嫌疑人逮捕了。一审，江哲被判死刑，2审改判为无期，但最后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。内心的痛苦和外界的轻蔑，这样的生活让他宁愿死。就在江哲打算跳江自杀的前一刻，他又回想起家人被杀的那一幕，也许他的人生不该这么轻易就结束。他决定要揪出真凶。经过10年努力，江哲开了电商公司，成了拥有超8000亿财产的超级富豪。可偏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，江哲被他残忍杀害。这样戏剧性的人生，难怪会让人怒寄刀片给编剧。没错，江哲的故事是出自一部大火的网漫，卖了1000万份，超级火爆。所有读者都盼着江哲能找到凶手，但作者却固执己见，非要在故事里给主角安排了一个死亡结局。更诡异的是，作者画完结局后就消失了，助手们都在门外，什么动静也没听到。作者的女儿，胸部外科医生吴妍珠，她的上司也是这漫画的粉丝。为了讨好教授，妍珠答应剧透下一章。她跑到父亲的工作室，却听说父亲失踪了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江哲，她内心极其震撼。突然屏幕里伸出一只血淋淋的手，紧紧抓住妍珠的衣服，把她拉进了另一个空间。妍珠完全搞不懂状况，周围的一切和父亲的漫画太相似了。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看到脚下有个男人倒在血泊中。妍珠到处找人求救，在厨房里抓了块干净的抹布给男人止血。服务生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但不到2分钟，男人就出现了呼吸困难，初步判断可能是气胸。在这之前，女主连开胸手术都没做过。看着男人快要窒息而死，她从服务生那儿拿了支钢笔，直接刺进了男人的胸口。她这一下把他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。救护人员很快就到了，酒店经理拿了他的名片，本来想好好表达感谢，一听伤者是自家老板，急匆匆的跑去看望了。妍珠听说那男人叫江哲，可江哲不是他爸爸漫画里的人物吗？刚才还有只手把女孩拉进漫画里，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这时空中浮现了一行白字：未完待续。下一秒他就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妍珠是个知名漫画家的女儿，却意外被漫画里的男主角拉进了漫画世界。虽然他幸运的回到了现实，但他做漫画的父亲却神秘失踪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原本以主角死亡结尾的漫画还在更新，还多了一个新角色妍珠。没错，妍珠在2次元的经历全都被记录在了漫画中。2个世界的人物开始产生了联系。生活在漫画世界的江哲一直在寻找妍珠的下落，他隐约感觉这个叫吴妍珠的女人可能是改变他命运的关键。而漫画里发生的一切，包括江哲的思绪，都呈现给了读者，但作家本人依旧没出现。助手们都以为他在闭关创作。虽然剧情的走向真的很古怪，但妍珠坚称他父亲被困在漫画里，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牵强。只有他父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物，笔触和以前完全一样。在助手和妍珠争执间，父亲突然回来了。他说最近更新的2章是他画的，但对自己去了哪里却闭口不谈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发现漫画中的人物活了，剧情开始不受控制，按照江哲自己的意愿发展。本来想给江哲一个死亡的结局，没想到啊，江哲居然被自家女儿救了命。一急之下，他又把结局画成了死亡。他让护士把抗生素换成钾，然后注射到江哲体内。妍珠是从助手那儿得知的，他平时从不干涉爸爸画漫画，但这次情况不同，漫画里的人物都是活的，爸爸这么做简直就是杀人。他尝试劝爸爸息怒。争执中，妍珠又进入了漫画世界，手机没信号了，街上大屏幕正在播江哲康复的新闻。漫画里的医院和现实中的一模一样，只是名字不同。妍珠轻而易举就找到了 VIP 病房，护士正把钾注入药瓶。按漫画剧情，江哲肯定挂定了。就在此时，妍珠赶到了现场，他及时把针管拔了出来。而现实中，父亲那边的画面在自动生成，完全由男主一时自由演绎。妍珠解释不了自己怎么来的，也帮不了警察作证，他只想快点回到现实，求江哲让他离开医院。虽然这女人看着鬼鬼祟祟，明显是在编故事，但江哲还是递给他一部手机，说出愿再联系。妍珠回到了公交站，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只要等到未完待续出现，就能回现实。这时，妍珠手表的指针黄转不止，一切都被按下了快进键。妍珠还没反应过来，转眼间2个月就过去了。今天是漫画里江哲出院的日子，时间飞快，
因为漫画世界的时间随剧情安排，与主角无关，重要的都被快进了。正当岩珠发呆时，江哲开着红跑车停在他面前，还要带他去吃饭。车门开好了，岩珠实在拒绝不了，这里人们都穿短袖了，而岩珠还在穿着毛衣，热得满头大汗。江哲笑了笑，转个弯就带他到了个高端服装店。到哪儿，江哲都是众人注目的焦点，大家的羡慕眼光全都投向岩珠。试衣间里，岩珠突然明白了，这不就是连载漫画吗？必须得有个特定契机才能翻篇，这样他也能回到现实中去。岩珠赶忙钻进试衣间，穿上那套衣服，回到了现实。他以为自己消失了2月，结果在现实里才过了30分钟。同事好心帮岩珠摘标签，一看标价355万，这价格不得不让人叫声土豪。漫画更新的飞快，新剧情让粉丝炸锅了，突变的画风太出人意料了。男主突然被吻了，读者超爱这种莫名其妙的爱情，为新 CP 疯狂打 call。明明还在创作中，编辑怎么就收到稿件了？助手们一头雾水，作家大发雷霆，让编辑部撤下已发布的章节，还临时解散了工作室，搬到旅馆独自创作。在自己的作品里，他是神。既然人物脱离了他的控制，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毁灭他们。他硬是给江哲安排了一场车祸，但江哲在濒死的瞬间，漫画世界突然全都停了下来。他躲过车祸，世界又恢复了正常。江哲感觉到有人在幕后操纵他的命运。这边作家的画面也实时更新了。江哲此刻最困惑的是，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遇到危险，甚至差点死掉？其实，作家的心理状态经常影响到他笔下的男主。江哲跳江那段是在作家离婚时画的，那时他心情极差，已经没心思再画漫画了。本打算以江哲之死结束，但奇怪的是，第2天醒来，作家打开电脑，江哲还活着。漫画中的江哲死死抓着栏杆，就这样坚持了整整1晚。画家觉得自己可能是喝多了，记忆里似乎出了点错，但江哲求生的画面让他又打起了精神。他不只救了江哲，还给江哲安排了一生的大好前途，让他买下了整个电视台，斥巨资制作了个名叫 W 的犯罪节目，明明白白的调查凶手和动机。而在现实中，漫画 W 的爆红也让作家名利双收，他的人生似乎和江哲一起达到了顶峰。但奇怪的事也接二连三的发生，总会有画不尽人意的时刻，好像江哲在对剧情表达不满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画面出现。他能感觉到他画出的这个角色是活的。从他让江哲跳江自杀那次开始，一切都开始偏离预期。他的女儿岩珠被卷入了漫画，为了从漫画世界中逃出，岩珠给了江哲一个吻。到处都是对这个吻情节津津乐道的漫画迷，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抬头做人了。漫画和现实的交织让他精疲力尽，直接在公交站晕倒了。这一天，他又一次来到了漫画世界，倒在了他上次来过的试衣间里。听说岩珠来了，江哲立刻转身，把岩珠带到了酒店。因为没有家，他一直住在酒店的顶层豪华套房。在岩珠晕倒的那晚，黑衣人又一次出现了，还在江哲面前拔出了枪。为了保护岩珠，他推开黑衣人在外头搏斗。万万没想到，黑衣人向电梯逃去后竟然神秘消失了。而另一边的作家又一次动手失败了，气得跳脚的他用消防栓把数位板砸得稀烂。岩珠昏睡了整整2天，终于醒了过来，看着洗手台上的透视内衣，他心里有些忐忑。江哲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吧？但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决定豁出去一次。江哲拿过枪，把子弹装上，瞄准了岩珠，逼他解释一连串的怀疑，比如突然给他一个致命的 kiss。岩珠这么说，上次只有亲亲才能消失掉，听着完全像是编的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吗？江哲上前亲了一下，但这次没用。故事是随主角心情改变的，岩珠也没法再解释了。江哲举枪，直接打碎了背后的花瓶。秘书和保安听到枪声，建议把岩珠交给警察，但江哲非常坚决，逼岩珠说出全部真相。数到10的时候，他扣了扳机，子弹穿过岩珠，打在了后面的镜子上。岩珠吓得直接晕过去了，看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有这能力。而江哲早猜到岩珠可能来自别的维度，所以才有不死之身。岩珠没回答完问题，就得留在这儿，因为警察和媒体都在找他，所以岩珠只能在酒店套房里待着，就像被软禁一样。江哲出差前，岩珠还是忍不住嘱咐了一番。不知不觉，漫画的女主角换成了吴岩珠。江哲越是接近岩珠，就离现实越近。根据调查，那辆差点撞上江哲的大卡车，在监控里消失了。换药的护士也不知道自己为啥换药。江哲相信这些理由。那晚他被刺，也有人电话约他上天台，明知可能危险，他却没带保镖，别人说啥就信啥，所有决策都显得很草率。
差点就被黑衣人刺死了。在漫画里本是完美的他，却被作者一次次设计死亡。真奇怪，作者怎么画，他总能有惊无险的逃出升天。江哲开始怀疑，一直在找的凶手可能藏在别的次元。同时，岩珠在漫画世界里没身份，总是在江哲危急时刻突然出现，连警察都在找这个神秘人。原来的女主角秘书开始不高兴了，她把岩珠叫到天台酒吧，支开了保安，让岩珠再众目睽之下。岩珠感觉不对，赶紧溜了，但还是被追上了。江哲得知后，已经派保镖去帮忙了，但已经晚了。被抓之前，为了不连累江哲，岩珠把手机扔给了保镖。因为一连串奇怪的行为，他被当成了嫌疑人。被一次又一次质问后，他崩溃了，他无话可说，只能保持沉默。最后被当作共犯关进了拘留所。江哲能理解这种心情，他也从受害者变成了嫌疑人。人们总是看表面，把他当成常理。他辛苦走到今天这步，秘书却再次把无辜者变成受害者。江哲没多想，就把秘书解雇了。他去拘留所看望岩珠。岩珠在这个世界无未来，大家都把他当成罪犯。接下来他要面对无数调查和审判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岩珠说出一切，然后回家。岩珠犹豫了好久，最终把江哲在漫画里的生活说了。未完待续的字幕出现，岩珠在江哲眼前消失了。他在漫画世界待了1周，在现实中只消失了30分钟。这一消失，漫画世界大乱。跟踪的警察亲眼看到岩珠像烟消云散，但没人相信这种离谱的事。如果岩珠再被拉进漫画世界，不然就是中枪，或者一辈子在监狱里蹲着，怎么看都是悲剧收场。作家还是杳无音讯，助理决定自作主张把未完待续擦掉，把漫画故事圆满结束。结果屏幕突然全白了，岩珠说的那些，江哲完全无法接受，一头雾水。这些疯话突然有了线索。当漫画的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全是编造的，意识到真相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只为江哲停下，整个漫画世界静止了，一切都静止如漫画般，只有他一个异类，仿佛是对觉醒者的惩罚。突然一个屏幕出现在他眼前，他试着伸手触摸，突然想起那晚自己差点没命时，是通过这个屏幕把岩珠拉到自己身边的。为了找到杀父仇人，他走进了现实世界。在这里，他的画像被做成各种海报，贴在每个橱窗里，成了家喻户晓的2次元明星。当他走进书店，用一种上帝视角回顾自己的一切，那些无条件爱他的人，和因嫉妒他而恨他的人，现在看来都只是些设定角色。听说 W 已是多年畅销书后，江哲露出了苦笑。他前往岩珠工作的医院，最初同事告诉岩珠有人找他时，岩珠并没放在心上。谁知这次不是他进漫画，而是漫画里的人跑到现实来找他。江哲的世界已经停止，只有他一个人逃出来了。现在想想，岩珠之前的沉默，其实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善意和关心。他来找岩珠，仅仅是为了道别。岩珠明白无钱无房无身份的困境是多么的迷茫，他匆忙去做手术，让江哲在原地等他。但江哲没按他说的做，而是去找漫画作者了。正是在这个工作室里，作家创造了江哲和他的世界。他的跑车、房子，连发型和长相都是一遍又一遍的修改。曾以为真实的世界，在成堆的资料间彻底崩塌了。更糟的是，一再救他于险境的竟是作家的女儿。这也解释了岩珠怎么总能预知他的危机，并总能及时赶到。作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，刚打通女儿电话，就看到自己漫画的主角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眼前。他震惊到说不出话来，回过神来，他抄起旁边的美术刀就刺了过去。他设定的男主角强壮得很，这老头子撑不过2个回合，就被江哲压在椅子上，头也被打出了血。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不是上帝，和江哲一样，只是个凡人。当初江哲被黑衣人刺伤，他第一次通过屏幕抓到的人是作家，但作家不但没救他，还冷酷地补了一刀，给江哲造成了致命的伤害。作家对自己笔下的角色又爱又恨。他爱江哲，因为他把自己想要的一切都投注在江哲身上，天赋、颜值、能力和成功，他塑造出了完美的江哲。可偏偏江哲活了过来，有了自己的行为和思考，还把他拉进了漫画里。他受尽折磨，连医生朋友都觉得他疯了，但他还是坚持画。人们喜欢看激动人心的剧情，他就给江哲安排了一波3折的人生。等赚够了钱，能让女儿衣食无忧，他就收手。可偏偏江哲牵扯到了他的女儿，这触动了作家的底线。他接连制造极端事故，想要结束江哲的漫画生涯。从立场上看，似乎难以判断对错，因为作家烂尾。他来到了现实世界，现在他别无所求，只希望作家能把他的世界复原，画出杀害他家人的那个坏蛋，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。
但作家做不到这点，因为江哲一直在找的凶手根本不存在，他只是用来让主角变强的设定，推动故事发展的道具罢了。连作家自己都说不出凶手长啥样，这种荒谬的设定让江哲更加痛苦。一切都只是剧情需要，但失去家人、被诬陷、被鄙视的痛苦却是真切存在的。找到凶手是他的人生使命，他好不容易接近真相，作家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真凶不存在。江哲强忍着泪水收起了枪，让作家想办法让一切恢复如初。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作家又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这种狂妄自大的语气彻底让江哲失去了控制。他再次把枪指向了作家，这一次他真的扣下了扳机。门口的助理一听到枪声，吓得赶紧出去做除虫。江哲不喜欢那种狂妄的语气，可悲的是，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作家说的对，他根本不是那种杀人的角色。这一枪他故意避开了要害，走之前还让趴在地上的助理赶紧去叫救护车。作家被送到了严珠工作的医院，一个超级粉丝的教授亲手做手术，成功的取出了作家体内的子弹。此时作家遇袭的消息已经上了头条，但编辑部收到了漫画的最新一期，他们没急着上传，感觉内容有点奇怪，就把漫画发给了严珠。内容和现实仍然是同步的，讲的是江哲从漫画中走出来，杀了作家后跳进了河里自尽，这就是漫画的结局。海报上写着保护真理的守护者，不断努力寻找真凶的故事。江哲感到又心酸又讽刺，他给严珠写了一封遗书，向他心爱的人告别。自己的人生竟然就是个虚构的故事，原以为能揪出真凶，结果自己从漫画里跳出来变成了凶手，没有更合逻辑的结局了。他最后跳进了汉江大桥，等严珠赶来的时候，江面已经平静，江哲的影子早已不见。江哲从漫画世界带出的手枪和从作家身上取出的子弹全都不翼而飞。为了让一切尽快回归正常，作家声称因为漫画进入收尾阶段，被焦虑和抑郁折磨，选择了自杀。人气漫画 W 的结局出乎意料，主角江哲找到并杀了创造他的漫画家，然后跳进汉江自尽，漫画就此结束。这种荒谬又让人唏嘘的结局，在读者中引发了巨大反响。漫画公司每天接到成千上万的投诉电话，读者们甚至联名要求让江哲复活，改变结局。严珠在劝别人的同时，也在提醒自己，这只是漫画，别太入戏。但他心里还是在关注江哲的下落。当助手告诉他汉江打捞上来一具尸体，他立刻赶去辨认，幸好那不是江哲，他只能自我安慰，江哲的消失是因为他又回到了漫画里。其实作家也曾想让江哲复活，江哲留了他一命，让他心生动摇，但他无法改变已定的漫画，遗书也留给了现实中的人，所以 W 就这样结束了。2个月后，教授安排严珠相亲，相亲对象长得像猪猪侠，对严珠很满意，严珠却感到不安，溜进卫生间跟同事吐槽，突然手机没信号了，江水涌上来，他似乎被什么召唤到了汉江。水中他看到江哲，江哲死那一刻，时间好像被冻结，停在冰冷的江水中。他急忙回到现实，查了漫画的最后一章，发现完结又变成了未完待续。他请求助手帮江哲，问题是助手虽然跟着作家学了3年，但这个角色最终不是他创造的，他试过了，漫画还是没任何变化。说到底，最早创造出江哲这个角色的不是作家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推动剧情的无名无面的虚构杀手也觉醒了，甚至闯进了现实世界，天生的枪法和那张可爱的脸，这就是江哲这个角色的最初灵感，起源于严珠小时候看的奥运射击比赛，是他拿起画笔创造了江哲，这也是江哲临终前和他产生联系的原因。作为江哲的创造者和头号粉丝，严珠最希望江哲能有美好的人生。为了救他，他又一次拿起了画笔，对江哲跳河自尽的结局进行修改，手指都磨出泡来了。最终他的努力没白费，漫画世界的时间又开始流动，江哲被他安排的救援队就上来了，他活了下来，而他也再次回到了漫画世界，晕倒在他上次消失的拘留所。自从江哲去了现实世界后，漫画里的时间就停了，现实中过去的2个多月对他们来说只是1天而已。警察在把严珠转移到另一个拘留所的路上，江哲拦下了警车，向严珠询问自己是怎么被救的。严珠故意卖关子不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江哲的人生不再是作家的笔下，而接下来的故事是他们俩一起书写的浪漫故事。知道了真相的江哲还开心吗？现在他眼前的一切都是别人安排的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有些难过。他真的讨厌这种造物主的角色，因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作家想尽办法要让他死，现在他自杀了，作家的女儿却想要救他。其实这也是在说女主多管闲事，为了把严珠从监狱里救出来，不再让警方怀疑他，
江哲决定和颜珠假结婚，于是他们去国外办了婚姻登记，法律上他们成了夫妻。这样，无论是他被刺那晚，颜珠出现在天台的原因，或是警方调查时，颜珠拼命逃跑，都能解释成怕隐婚曝光，不想被舆论困扰。就这样，颜珠出狱了，江哲还给她戴上了结婚戒指。江哲家的一切都变成了双人份，他梦想中的浪漫故事，江哲也认真做了功课，还特地买了本书参考。两人一起看书时，简直甜到溢出屏幕。如果不是保镖突然来打扰，他们可能会腻在一起到天亮。正当江哲乘电梯时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，手机屏幕上出现了2行字，问他在哪，以及他是怎么复活的。打电话的很容易猜到，是10年前杀害他家人的神秘黑衣人。原以为是虚构的真凶突然出现，江哲立刻变得警觉，他开始猜测真凶确实存在，但作家没给他实体形态，真凶没有脸也没有身份，他只为复仇而存在，没有任何个性。按剧情需要随时出现或消失，不受形态限制的行凶。一想到颜珠头部中弹的画面，江哲就忍不住感到害怕。颜珠正准备展示厨艺时不小心切伤了手，之前枪伤都没事，现在却因菜刀流血，一切都变得不确定。原来颜珠在漫画世界中有了身份，成为了漫画的女主角，这意味着她已经失去了不死之身，一旦子弹打中她头部，她肯定无法幸存。屏幕上出现未完待续的字幕，颜珠也回归了现实生活。自从江哲公开结婚消息后，秘书心有不甘，醉酒后哭着打电话给江哲。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和身体都变透明了。江哲马上开车去秘书家，一路上再次整理了思绪。这些都是因剧情需要而出现的人物，一旦没有存在的理由，就会从漫画世界消失。秘书的存在只是为了陪伴江哲，但现在江哲有了颜珠，秘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另一方面，真凶也可能像江哲那样觉醒了自我，他来到现实世界找江哲，还发现了漫画和现实的联系。发现自己只是虚构人物后，他非常愤怒。当江哲跳江自杀，故事突然结束时，他甚至没有露面的机会，因为他没有脸，这让他非常不甘。他阻止了漫画的结束，只为与男主公开对抗。因为没有实体，他无迹可寻。在漫画中没有人性的家伙，到了现实中也是毫无逻辑的杀人狂。当他突然出现在颜珠面前，朝他额头开了枪，就在颜珠中弹的那一刻，他及时逃回了漫画世界，这让他躲过了一劫。能在2个世界穿梭是他的最大优势。秘书被留在了车上，看到无脸黑衣人，吓得发出惊恐的尖叫。这个作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男主角竟然觉醒了，他感到害怕，于是决定退休。但偏偏漫画中杀害男主一家的真凶，竟穿越次元找到了他的航班信息，还在飞机洗手间对他发动袭击。真凶最关心的只有3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江哲在哪？他掐着作家的脖子，迫使他回答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江哲正在急速往秘书家赶，按了门铃，但屋内没有人应答。因为秘书这个角色是助理一手创造的，宅男们总喜欢把女神的一切和自己联系起来，连秘书的门锁密码也是由助理设置成他自己的手机号后4位。颜珠说出密码，江哲顺利进了门，他让颜珠在外面乖乖等着。当秘书看到江哲手上的婚戒，又是一阵撒娇。本来颜珠在外听着，听说秘书的手和腿都消失了，出于担心，他进来看了一眼，结果眼前这和谐的一幕让他感动不已。秘书被江哲强调了重要性，身体也开始逐渐恢复原状。颜珠一言不发，默默地帮秘书处理伤口。秘书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江哲，他的一生都得围绕着江哲转，这正是漫画里那种糟糕的角色设定。江哲的做法虽可以理解，但依旧让人感受到一丝海风。为了保护漫画世界和颜珠，江哲想出了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。他让颜珠回到现实世界并重置漫画，想让一切重回他们相遇前。当然，他对于真凶的处理也有所考虑，递给颜珠一个 U 盘，让他交给作者。说完这些，他从楼顶一跃而下。等到他醒来时，一切都恢复了原点，只有颜珠一人承担了所有。漫画世界因此被重置。江哲忘记了所有关于颜珠的记忆，在那之前，他特意让颜珠带回了一个 U 盘，里面是给作者的一些文件和一封信。他决定接受命运，请求作者为了颜珠的安全，让漫画 W 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他制定了详尽的 W 计划报告，希望作者给凶手一个身份和面孔。作者决定根据逻辑，创造一个能让江哲信服的凶手形象。虽然江哲已无法改制现实世界，但以他的智慧，如果发现任何破绽，可能会让2个世界再次陷入混乱。原本助理都打算放弃漫画回家了，这一切怪异的事让他心有余悸。但听说作者要安排一个完美结局，他又高高兴兴地回来继续工作。按照江哲的想法，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：那晚在天台刺杀江哲的，
是一个被忽视的外卖员。因为当晚江哲被刺，作者确实出现在了天台，并对江哲补了一刀。作为江哲唯一见过的嫌疑人，他决定把凶手的面孔设计成自己的样子，这样自然合理，也不会让现在失忆的江哲感到怀疑。在埋下线索后，江哲会在电视节目上公布凶手的样貌，然后根据公众的举报抓捕凶手。凶手是江哲父亲的一个同事，他有被害妄想症，总觉得江哲的爸爸看他不顺眼，这就成了他的杀人动机。案件证据也很充分，凶手对自己的罪行招认不讳。为了彻底解决问题，凶手得在漫画的世界里彻底消失，而且只有坏人杀了他，这个结局才算完美。凶手最终被捕之前，为了进入政坛，极力主张判江哲死刑的议员急中生智，直接联系了黑社会，把凶手伪装成自己从楼上扔下去，还故意在他手里塞了一张诽谤江哲的纸条。最后黑社会落网，揭露了议员真凶死了，议员也被判刑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结尾是江哲的爱情故事，他和青梅竹马的秘书关系更进一步了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好结局的预感。作为漫画的完美收尾，当然这些都只是计划，一切都可能改变。完美的结局需要两个牺牲者，一个是漫画里的配角议员，另一个则是有自由意识的真凶。这个计划一，但被真凶知道，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。从一开始，他只是按作家的指令行动，杀害江哲的亲人，成为让江哲变强的催化剂。但现在作家却和江哲联手要灭了他，这让他感到了背叛。这次他要让作家听从他的命令，他伸出了双手，不仅抢走了作家的声音和面孔，还控制了作家的意识和行动，借助作家的身份在漫画世界为所欲为。一旦有了自己的面孔，他迫不及待地冲到江哲的电视台选角，造成了不少伤亡，还特意向镜头后的江哲展示了自己的新面孔。真凶一旦有了实体，在漫画世界里就是个普通人。岩珠一直在漫画和现实世界之间徘徊，他常常会遇见男主角江哲，但江哲已经完全忘记了他。这种时空混乱和失去所爱的痛苦，让他的精神几近崩溃。以他现在的状态去给病人做手术，无疑是在手术台上直接让病人去世。漫画里的世界他已经无人记得，连张合影都没有留下，只能买来那些漫画本，把跟江哲有关的所有章节剪下来，默默地在桌前思念。而江哲依旧是那个大家都熟悉的主角，帅气又幽默，聪明且富有。他找到了抓住真凶的关键线索，还把真凶的脸公之于众，挂在了电视节目上。看起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但现在局势完全失控了。他的记忆被重置，忘了岩珠，也忘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。在电视台发生枪击案之后，女主又一次被召回漫画世界。医院里医生护士都忙着救治伤员，整个医院一片混乱。剧情发展让岩珠都有点懵了。这时候江哲走向他，拉着他来到一个腿部中枪的病人身边。岩珠在病人的哀嚎声中呆呆地看着江哲，还被江哲训斥了一番。有医生发现他并不属于这家医院，想上前询问清楚。岩珠连忙逃离，换上其他医生的工作服，跑到楼顶躲避。10年前的凶手又出现了，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命案。江哲头疼极了，也上楼顶来透透气。他刚问岩珠为何总是盯着他看，就被秘书的一个电话叫走了。这次岩珠只是漫画中的一个路人，却在这个漫画世界待了将近1周，没有钱，没有身份，没有住处，只能靠食堂里的免费餐解决温饱，偷吃别人冰箱里的奶油解馋。无奈之下，他溜进了秘书的家，本打算自己煮点泡面，顺便洗个澡，偷点钱就走。没想到江哲突然来秘书家，似乎是来帮忙拿点什么，但看到桌上的烧水，他知道有人在。他一脚踹开门，当场抓住了岩珠，场面简直不忍直视。他们在一起只有1天，只做了4件甜蜜的事，每次表白都是他一个人，连一句我爱你都没听到过。感受到江哲的后悔，他本来打算把岩珠交给警察，可突然间他改变了主意，开始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于是他开车带着岩珠去了医院，去探望中枪的叔叔。但叔叔刚收到一个关于江哲的录音，录音里是江哲醉酒后与父母吵架的声音，还有枪声。录音来自江哲爸爸的一个老友，这位叔叔一直都很照顾江哲，对他信任有加。可是这段录音让他开始怀疑，这都是凶手利用作者设定的一个剧情转折。尽管完全是编造的，但漫画里的人们并不知情。就在叔叔质疑江哲的时候，突然一枪飞来，直接命中了他。几秒钟后，叔叔就倒地身亡。接着江哲手里不知怎么多了一把手枪，恰好被当场抓住，一下子从受害者变成了嫌疑人。江哲解释无力，只得逃跑。逃亡途中，他还被警察射中了一枪。岩珠只能接过车的方向盘。在去药店买药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江哲枪杀叔叔的新闻，这才明白之前父亲和江哲的计划已经失败。
漫画的世界完全被凶手控制，邪恶随时在作祟。他用江哲的钱包在一家偏僻的宾馆开了房，特意挑了个不显眼的入口，为江哲止血处理好伤口后，他决定要回到现实世界找出真相。肯定出了大事，在江哲这种境地，只有他能和凶手抗衡。又是一次强吻，颜珠仿佛回到了刚认识时，硬是开启了一段感情线。从门后离开了漫画世界，弄明白了整个事情，帮江哲扳回一局。当他回家向父亲询问情况时，发现家门大敞，父亲背对着他，一言不发。颜珠小心翼翼地靠近一看，差点被吓坏了。父亲的脸部特征全都消失了，整张脸就像被人硬拉下来似的。颜珠尖叫着，一边逃命一边拨通了助理的电话。助理也在四处找他呢，但他也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为啥作家的脸会变那样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凶手已经完全掌控了作家。虽然心里挺怕的，但颜珠还是悄悄溜回了工作室，打算把画板带走。突然作家抓住了他的手，把那张模糊的脸凑了上来。颜珠呼吸都停了，又尖叫了起来。这时在漫画世界里，警察正在搜查江哲住的宾馆。江哲听到隔壁的动静，痛着力气从口袋里掏出枪，看来非得拼一把不可了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江哲的房门和地上的血迹都被擦干净了，电梯的监控也被删除了，连车子的颜色和车牌都换了。原来是颜珠为了让江哲躲过搜查，把作家锁在外面了。心里虽然害怕，但他还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画。他把治疗枪伤的药品画出来了，还详细写下了治疗方法，简直就是韩国版的神笔马良。闹钟一响，江哲发现桌上的东西。经历了这么多离奇的事，他也就接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。按照颜珠的说明书，给自己打了抗生素，没用麻药，自己把子弹取了出来，然后用订书机把伤口缝合。那段捏造的录音让大家都以为他是凶手，因为突然出现的那把枪，连杀叔叔的罪名也被加在他头上。现在他成了众矢之的，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躲藏。之前所有的英雄行为也被认为是作秀。在这个被凶手掌控的世界里，他变成了一个在逃的死囚，成了一个不需要存在的角色。慢慢的，他的手开始消失了，快要消失了。就在刚刚，连凶手都开始自我意识爆棚。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竟然伸手出屏幕，想掐死正在画画的颜珠。颜珠死命挣扎，赶紧关了画板电源，这才断了凶手干涉现实的路。但颜珠此刻很是纠结，如果打开画板，凶手就能通过屏幕作恶；不开的话，就改不了漫画的剧情，也帮不上江哲。正聊着天，颜珠又穿越了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次他出现在议员家，议员正在找他，还打算谋杀江哲。有线人爆料，江哲叔叔死后，他和个陌生女人同车。颜珠没时间多想，赶紧逃了，边跑边理清头绪。漫画的剧情完全变样了，坏人成了主角，议员还在找他，他却出现在议员家。江哲的记忆明明被删了，他还是被拉回漫画世界，这说明上次也是真凶召唤了他。江哲的新闻一出就遭人唾弃，墙倒众人推，大家都被眼见为实蒙蔽。时间又流逝，转眼1个月，颜珠急匆匆回到宾馆，房门已经不见了，墙的另一边也静悄悄的。大家都说江哲被追杀中弹死了，颜珠不敢相信，慌乱中找到保镖，问江哲安危。保镖见他这么难过，给了个地址，还让颜珠劝江哲自首。颜珠在公交站等了好久，等到江哲又好好的出现时，他一时语塞。江哲发现了那扇会消失的门，还换了颜色和车牌的车。他亲眼看着枪突然出现在手里，这种事他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吴颜珠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，虽然账户被冻结了，现在口袋里也没什么钱，但他还是想给颜珠买套新衣服。两人在地摊上仔细挑选，不止买了衣服，还一起吃冰淇淋、逛超市，然后一起回家做饭。他曾说过想和江哲继续写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和心爱的人简简单单的生活，这不也是一种浪漫吗？江哲忘了关于颜珠的事，但也没全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手里有本 W 漫画，漫画里主人公江哲失忆了，漫画世界重启了。就在刚才，漫画里的男主开始意识到自我，为了让现实和漫画世界恢复原状，江哲选择了失忆。完全没想到，他和作家之间计划的这么周密，但还是漏掉了一环。他手里的这本漫画，原来是颜珠无意中带来的，绕了一大圈，没想到落到江哲手上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漫画，连台词都能背下来。虽然记忆没回来，但他也能猜到，书里男女主的故事，可能就是他和颜珠的过去。现在他身为逃犯，四处躲藏，脑子里别无他想，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坐牢一辈子。但看了这漫画之后，他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这也是他一直没去自首的原因。正聊着天，连接现实和漫画的门又出现了。
他毫不犹豫拉着颜珠，从屏幕走进了作家的工作室，看到了模糊的父亲。颜珠精疲力尽，一边处理现实，一边应对漫画生活，还要查出真相，帮江哲洗脱罪名。两个世界的差别真的太大了。他又一次因为太累晕倒了，让颜珠的同事把他送到了医院。江哲向助理借了个螺丝刀，把画板全拆了，等要用的时候再装回去，以防凶手耍什么花招。得说一句，作为漫画《大白柳》的作者，助理真算是江哲的铁杆粉了。他激动得手都在抖，和自己的偶像亲密接触了一下，立刻变成了小粉丝，还有点小变态的那种。凶手在两个世界穿梭的路被堵住了，江哲又花了整整2天，看完了整个系列漫画，还有他最初给作者的计划，然后又把面板装回去，打开数位板的开关，拿起枪直接对峙凶手。这时凶手被困在自己房间里，时间也停了下来。身为死亡狂人的他身边没人可杀了，但他一点也不慌，因为他现在是漫画的主角，而江哲就是个多余的角色。面对萧王，他有绝对的信心，自己会比江哲活得更久。等江哲这个原主角死了，整个漫画世界就会重启，他只需耐心等待。颜珠换衣服的时候，江哲看到了窗前的漫画贴纸，因为失忆，他能坦然接受作者安排的命运，而颜珠却做不到，看着他却不能认出他，因为不在一个世界，只能一遍遍回忆两人的往事。现在想想，这种做法真不道德。如今在现实世界，他就是普通人中的一员，可以和颜珠像普通情侣那样，偶尔约会，一起做饭。江哲借了笔钱当做约会基金，还用助理的名义开了个手机，方便和颜珠保持联系。甜蜜的恋爱仿佛又回来了。但借钱的时候，助理发现江哲的手开始变得半透明了，因为他发挥不出主人公的作用，很快他就会消失。虽然江哲特别强调不要告诉颜珠，但助理和颜珠的关系那么好，肯定会把这事告诉他。颜珠得知江哲快消失了，连笑都显得很勉强。江哲也不再隐瞒他的担忧，因为他明白为什么计划失败了，还在天台被2个人刺了，一个是作家，另一个是凶手。凶手一直把江哲当作目标，突然有人也想杀他，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对劲，并猜到了作家的身份。早在江哲之前，他就知道漫画世界都是假的，漫画里的命运都由作家掌控。于是他和作家达成了协议，真凶的智商不比男主差，他同意让作家回到现实世界，但作家得满足他2个条件：第一，给他一个新面孔；第二，让他死去。江哲成了漫画世界的主人公，作家答应的很好，但一回到现实就背弃了他，还和江哲联手对付凶手。凶手知道真相后非常不高兴，直接剥夺了作家的5官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怪物，还被凶手操控，按他的意愿编排漫画情节，在漫画世界里无所不能。江哲和作家的计划本来很好，但没考虑到凶手这一步，因为凶手已经自我觉醒。当他们想重置漫画时，凶手在现实中徘徊，从头到尾都保持清醒。作家没告诉江哲他见过凶手，导致所有计划都白费，只有凶手死了，他才能恢复原样。江哲已经不是主人公了，不知何时会从这个世界消失，所以决定还是按原计划行事。江哲抓到了真凶，然后让议员杀了真凶，但得改结局。事到如今，保护颜珠父亲的担子落在江哲身上了。作家也不是万能的，他不能创造那个世界的一切，能决定的只有他笔下的几个主角。路人甲反倒是最自由的，所以江哲得出了这个结论：漫画世界和现实世界是独立的2个世界，而作家的漫画只是连接这2个世界的桥梁。但有一点要明确，漫画世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，比如说漫画里的建筑结构都是参照现实中的建筑来的。江哲向助理询问凶手的住址，助理负责画背景，但他还没画出具体地址，作家就被凶手控制了，所以地址没在漫画里出现。漫画中没画的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，警察一点线索都没有，这就是凶手杀了江哲家人后还能安然隐匿10年的原因。不过助手他们已经设定了凶手的地址，还参考了现实中的公寓图片，门牌号也无甚特别，就是普通的815号房。知道这些后，江哲开始行动，正式去捉拿真凶。江哲决定好好用这技能打败凶手。他找到了照片上的那座破旧公寓，来到了815号房门前。现在他要验证第一个假设，此刻他既是现实人物，也是漫画中的角色，这意味着他可以把自己召唤进漫画。他给颜珠发了条短信，让他10分钟后打开画板电源，这样2个世界的通道就开了，办完事他就能回到现实。在他开始召唤自己那一刻，他真的出现在了凶手的房间。凶手明显被搞懵了，2人开始扭打起来，但凶手现在有实体了，不再有之前那种穿梭自如的能力，现在不过是个50多岁的老头，怎么打得过年轻力壮的他呢？
没多久就败退了，被江哲绑在沙发上动弹不得。江哲接通了电话，告诉对方他找到了电视台枪击案的凶手，然后开着颜珠画的车潇洒的离开。但颜珠还得画2样东西，一是江哲腐烂的尸体，一是凶手伪造的家庭争吵录音，把杀死家人的罪名牢牢的甩到江哲头上。还有那次枪击案，已经没法用常理解释了。尽管都是栽赃，但他无法洗清自己，背着死者罪名，天天被人唾骂，像过街老鼠一样躲躲藏藏，不如就干脆伪造自己死亡，让人们记忆中的江哲就此消失，同时取消秘书的设定，让他未来的生活不再围绕江哲，可以平静的生活。还得画出江哲丢失的婚戒，从此他要和颜珠好好过日子。接下来再测试第2个假设，现实中被召唤到漫画的人，每完成一个任务后，都会回到现实世界。如果假设成立，他就是新一代的挂王。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一旦有意外，肯定会出意外。漫画的主角意识觉醒，穿越到了现实，这打破了能量守恒，现实中的人得付出代价。为了让漫画 W 正式结束，颜珠得做出人生中最难的选择。虽然凶手死了，但他的意识还在作家脑海中。从科学角度看，作家患上了精神分裂，他既是作家也是凶手。现实中的这3位关键人物都被召唤到了 W 世界，作家最先抵达漫画世界，凶手的意识在那里更强烈，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在2个人格间切换，并在漫画的精神病院待了1年。他已经与凶手融为一体，成了漫画中的角色，随时可能就会消失。他趁换药的机会杀了护士，这样自己就能暂时不消失。在进入漫画世界之前，他为自己复制了一间工作室和一块手绘板。逃离精神病院后，他藏进了这个工作室，为了防止自己失控，他把自己绑了起来，焦急地等待着颜珠和江哲的消息。第2个进入漫画世界的是江哲，他恰好遇到了议员，还被议员随手扔在了诊所门口，结果被路人报了警。因为伪造死亡等案件，他被送进了监狱，坐牢整整1年。当颜珠姗姗来迟时，他已经被判了死刑，但他在颜珠面前却表现得很轻松，好像死刑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因为漫画进入了结局阶段，没有新的章节了，在事情未有结果之前，他们都不能回到现实世界。就在这时，江哲手上突然出现了一把钥匙，紧接着又是一把手枪。他知道这是作家在帮他越狱。成功逃出后，他和颜珠约定在作家的工作室见面。颜珠在做饭的时候，作家向江哲透露了真相。无论如何，江哲的美满结局都不能与他共存，因为他的意识里藏着凶手的一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就是凶手。他存在的每一天，江哲和颜珠的身边都多一分危险。即使回到现实世界，他也不能回到过去了。凶手用他的手杀人，他自己也杀了人，他的灵魂因为这些事情变得污秽不堪。现在漫画里还有一个反派需要对付，那就是议员。此刻他正在忙着总统选举，整天在媒体面前表演。得知江哲越狱的消息后，他怒不可遏，直接抓住江哲的保镖，将他打成重伤，还用保镖的手机给江哲发了条短信，告诉他的兄弟已经被绑架了。江哲担心自己的位置会暴露，于是他跑出去打电话给议员。可当他回到屋子时，发现作家正死死掐着颜珠的脖子，显然他又一次失控了。江哲只得再次把作家捆在床上。等作家醒来后，看着女儿脖子上的勒痕，又痛苦又内疚。他们虽然没说，但他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，因为他杀了护士。警察已经在路上了。作为主角，江哲的完美结局必须建立在凶手的悲剧上，而作家现在被困在凶手的设定里。如果不杀人，作家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。他和江哲之间只能活一个，或者都消失。这时，外面已经围满了警察。为了争取时间，颜珠把屋子变成了全封闭状态。江哲带他从侧门离开，去单独谈话。他取下了颜珠手上的婚戒。如果颜珠不算他的家人，无论什么结局，颜珠就不会成为凶手的目标。送颜珠回去后，江哲去救他兄弟。他拿出一个 U 盘和议员当面对质。U 盘里全是议员的非法视频，还警告议员想要有前途就别动他的人。没想到议员更狠，直接对江哲开了枪。相比总统大选，他更在意另一个世界的存在。江哲拼命挣扎着，在开车逃跑途中，车子竟然没油了。他虚弱地给颜珠打了电话。这时作家的手也不再透明，他知道江哲快不行了。颜珠挂完电话后，急忙换了辆车去找江哲。伤势严重的江哲已经开始吐血，而颜珠还在赶来的路上。慢慢的，江哲开始意识模糊。当颜珠和他只隔了一条马路时，来往的车辆突然变得特别多。江哲最终还是倒下了。关键时刻，一辆大卡车从旁边经过，颜珠还没来得及过去，就回到了现实世界。而漫画 W 的最终章以江哲的死亡告终，作家从此消失无踪。
颜珠的戒指和作家的画板也不见了。他和助理一起打印了寻人启事，到处张贴，希望有线索，四处寻找作家的去向。看起来这是个平平无奇的悲情结局。然而剧情突然大逆转，他们怀着将漫画画到完美结局的梦想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漫画世界就此停摆。听说江哲被枪杀后，作家迅速安排看守打麻醉针，选择牺牲自己来救江哲。他重拾画笔，先确保议员的死状明明白白，再把议员的非法视频和遗嘱都摆出来，等着警方到场。U 盘和遗嘱将证明江哲清白，颜珠却浑然不知，他全神贯注地望向江哲，而他的父亲就在不远处，望了他最后一眼。漫画的结束不是因为江哲的死，而是因为个人受到了惩罚。作家打破了凶手的设定，为江哲谱写了完美的人生。江哲并未杀人，虽然抢救过后还是被判入狱。他先是伪造尸体，后来持枪越狱，那些莫须有的谋杀罪名得以洗清。法院进行了重新审判，最终判给江哲2年有期徒刑。作家留给他一张照片和一封信。随着漫画的结束，他终于摆脱了角色束缚，而作家却被自己的设定囚禁致死。江哲从漫画中走出，而作家成了漫画中的角色。回顾他和 W 的一生，作家真心希望江哲和女儿能幸福。为了让 W 的结局顺理成章，江哲在狱中安安静静待了2年。出狱后，他回到现实世界与颜珠团聚。他把作家的照片交给了颜珠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他和颜珠就像普通情侣一样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未知挑战。